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。我的频道内容是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从濠梁之变看庄子的哲学世界，在浩渺的中国古代哲学长河中，庄子秋水里的濠梁之变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闪耀着独特的思想光芒。这场发生在庄子与惠子之间的精彩论道，表面是关于鱼儿是否快乐的简单争论，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，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。故事的舞台设定在好水的桥上，庄子与惠子这对好友一同漫步于此，欣赏着周遭的自然景致。这时，庄子看着水中自在游动的条鱼，不禁感叹：条鱼出游，从容是鱼之乐也。在庄子眼中，那悠然自得游动着的鱼儿，无疑正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快乐。这看似简单的一句感慨，却引发了惠子的质疑：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惠子的疑问基于一种理性的逻辑的思维，在他看来，人与鱼是不同的个体，人不可能知晓鱼的感受。面对惠子的质疑，庄子巧妙回应：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鱼之乐？庄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指出惠子不是自己，就没有资格断言自己是否知道鱼的快乐。惠子接着以退为进，阐述道：我非子，故不知子矣；子故非鱼也，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。惠子认为，既然自己不是庄子，因而不了解庄子，同理庄子不是鱼，自然也无法了解鱼的快乐。他坚信自己的逻辑严密，无懈可击。然而庄子并未被惠子的逻辑束缚，他说道：请寻其本。子曰：汝安知鱼乐云者，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，我知之毫上也。庄子抓住惠子提问中安知一词的起义，将怎么知道转换为在哪里知道，看似是玩了个文字游戏，实则蕴含深意。从一般的逻辑分析角度来看，庄子此举或许有诡辩之嫌，毕竟惠子的本意明显是对庄子知晓鱼之快乐的可能性存疑，而非询问知晓的地点。但庄子的回应实际上是跳出了惠子的逻辑框架，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。从辩论的本质来看，庄子与惠子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路径。惠子秉持的是一种理性分析与逻辑推演的思维方式，类似于西方哲学中追求客观知识的态度。他试图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，遵循既定的认知规则，来判断事物的真实性与可能性。在他的观念里，事物的认知必须建立在确凿的证据和合理的逻辑推导之上，否则就不具备可信度。而庄子则代表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，他对于事物的认知并非仅仅依赖于外在的观察和逻辑判断，更多的是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感受、情绪以及对世界的深刻洞察。庄子认为，通过内心的体悟和直觉，人能够超越事物表面的差异，达到一种与万物相通的境界。他对鱼之乐的感知并非基于理性的分析，而是源于他自身对自由、逍遥的向往，以及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共情。在审美意识的层面，庄子的观点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庄子的《知鱼乐》进行解读。北大哲学教授张岱年认为，庄子肯定鱼之乐是以类比为根据的直觉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徐复观则指出，我知之毫上知之，乃是美学关照中的直观洞察。还有学者认为，庄子是从感性相通的角度看待事物。庄子的快乐体验并非孤立的个体感受，而是与所处情境紧密相连。当一个人心境悠然，眼中的世界也充满美好，即便无法从科学或逻辑上证明鱼的快乐，从审美的角度赋予鱼快乐又何尝不可？这种审美化的认知方式让庄子的哲学充满了诗意与浪漫色彩。庄子一生追求自由逍遥，濠梁之变发生的地点濠梁，在历代文人心中早已成为逍遥无待之境的象征。人在濠梁之上享受着自在的心境，鱼在濠梁之下自由游动。庄子借由这场辩论传达出物我均逍遥的理念。他认为，世间万物皆处于一种相互关联、相互感应的状态，人类与自然并非对立的存在，而是可以和谐共生、相互理解的整体。这一理念与秋水中河伯与北海若对话所表达的反其真主旨相通，都强调回归自然、顺应天性的重要性。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，天命名是自然，真旨是涵养真性的源泉。只有长久的守护真性，才能达到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至高境界。当人能抛却功利，混同是非，回归到自然的本性之中，就
就能理解世间万物的想法。就如同庄子认为自己能懂得鱼儿的快乐，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，自己与鱼儿在对自由的向往上是一致的，他与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是相通的。秋水这篇文章不仅以豪良之辩这一故事展现出深刻的哲学思想，其整体的文学价值也备受赞誉。文论家们毫不吝啬对他的赞美之词。刘凤褒称其有气蒸云梦、波撼岳阳之势，林云明评价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，足见其比例雄浑，意境深远。文章开篇，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问答，犹如徐徐展开的宏大画卷，呈现出万物大小是非的相对性以及人生贵贱、妖兽的无常性，进而得出顺应天道、不损害真性才能全生的道理。随后串联的6个小故事，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无以人灭天，无以故灭命，无以得训民的宗旨。其中，庄子钓于濮水之上，拒绝王侯之位的故事，更是成为他坚守自我、追求自由的生动写照。千百年来，庄子高洁的形象深入人心，他拒绝被功名利禄束缚，为世人开辟了一条栖养心灵的道路。他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自己的信仰与真性，恰似那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神鸟，即便孤独，也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庄子的哲学思想穿越了历史的长河，至今仍启迪着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、自由的价值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引导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寻找内心的宁静与逍遥。请您关注我的其他内容，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。